种族歧视的自我根源，钟祖康。逼着一向没有中国人多罹患的排外、恐外或妄想被洋人迫害症，始终相信种族歧视在今天的洋人社会，就如礼义廉耻在今天中国社会那样，绝非主流。而且身在对异族极度宽容的挪威，再加上外游时往往和洋妻同行，对于日常生活的所谓种族歧视体验极少，这次终于大开眼界。我于去年底，也就是2004年底的11月16日，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取到法兰克福回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坐汉莎的飞机。我于早上7点先乘 LH3163 班机，从挪威的斯塔万格到法兰克福，航程仅2个小时。这飞机很小，乘客最多100人，可以一目了然。机上也只有2位女服务员，乘客看来大都是挪威人，而我则就是目力所及是机上唯一的亚洲人。这2位看来都是德国人的女服务员，在提供饮品时服务态度相当热情，比如他们会很乐意地给干了杯的乘客再斟，又探问他们是否足够等等。他们2人在极狭隘的通道上，在我面前来来去去，在我前后右的人都得到异常体贴的服务，但就只有我一个没有获赐予任何饮品，就像《诗经》里面与我公田遂稷我思那样的巧妙。我看机上诸公都已经杯盘狼藉，再看看2位服务员对我视而不见的态度变本加厉，就像当中态度较鄙夷的一位服务员杨生，他连我话都没有说完，就很匆忙地以英语说，转头就来。机舱人员拒绝服务黄种人，他们继续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很热情地服务其他所有人，继续对我视而不见。我越看越愤怒，见他们已开始收拾餐具了，实在是死火山也要爆发。我叫接近我、态度较没有那么鄙夷的一位女服务员过来，以英语问，拒绝服务像我这样的人是否他们航空公司的政策。我刻意很大声地、很清楚地问，务求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到，以制造群众压力。我问他知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可以有很严重的后果。他一听我这样说，脸色大变，随即几乎整个人都要扑通一声的在我面前跪下来，哀求我原谅他们。很快那位看来就态度较鄙夷的服务员很紧张地走过来，问我先前是不是去了厕所。我指着前后右3方的乘客说他们可以作证，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座位，而且还主动向他们示意过要饮品。我揶揄他们说，他们可以这样在我面前兜兜转转几10次而置我于不顾，也是需要相当技巧的。他们见大势已去，而我还是表现得非常愤怒，声如丧钟。他们要求我接受他们道歉，并请我认点饮品，并拿来1瓶酒，算是请罪。我看了反而更加生气，因为这简直就像拿波板糖逗小孩一样。最后他们还是在废话连篇，不断央求不肯离去。我只觉得他们相当骚扰，就草草叫了1杯清水，并说这只是表示我想他们在我面前消失而已。当时我感到最遗憾的是，事件不是发生在美国，和汉莎不是美国公司，否则我必定推掉一切公务私务，跟他们周旋到底，起码讨回几个亿的赔偿。黄种人规避黑人。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候转机的8个小时里，一边在看鲁迅骂中国人的杂文，一边在不断反思先前在飞机上发生的事件。我想，平心而论，扪心自问，要是那2位服务员真的因为我是中国人，特别是因为他们真的多少知道中国人之丑陋与自侮历史而侮辱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实在是自无语前，而他们又怎能知道我也许比他们对中国更反感呢？只是我对中国的反感会以比较文明的手法表达出来，信言不美。他们没有装作喜欢我，也不尽是坏事。在这次遭遇中，我也想起了中国著名传播人，现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的水均益投诉在成田机场被日本服务员不予理会的经验。水均益事后在其广受中国网民欢迎的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里，依然愤怒难消。记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愤怒地说，谁把日本人给灭了，谁就马上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太可恨了。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但我更加无法理解的，像她这样也受过相当教育的中国人，居然不能冷静下来想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从政治上到日常生活层面，多年来做了多少令人讨厌至极的不文明行为。这正就是人比自侮，然后人侮之的必然道理。也许水津玉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参与这些不文明行为，当然，对于一个在党喉舌传媒任高职的人，这当然更没有可能。但当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文明的时候，谁会把你水津玉给其他中国人区分开来？就如汉莎航空公司的职员不会知道钟祖康跟其他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同那样。而且水津玉和无数支持他的中国人，若真的那样在意被歧视，那么中国政府本身对中国人不仅是歧视人，简直就是奴役人。但何以从来没有听过水津玉及其一伙对中国政府哼过一声呢？当中国人的所作所为确实已经充分符合了招人鄙夷，也就是人侮之的条件，那是很难一面倒地严以责人的。要是那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傲慢是由于中国人集体不文明所致，我即使被无辜殃及也是死而无怨的。但要是基于别的原因，如肤色等等，我就难以苟同了。接着我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再登上汉莎的 LH0738 到香港的班机，在我前面分别坐了3个人，左边是个白人，中间是个样子和口音都很像中国人的黄种人，右边是个很黑的黑人。很快我就发现，中间那个黄种人很用力地将身子左倾，看来是很想避免和右边的黑人有肌肤之亲。现在非常狭隘的经济舱位，他这样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却非常刺眼。然后这个黄种人不断主动问在附近通道张望的其他乘客是否想调换座位。不明真相的旁人看了，谁不赞叹这黄种人急公好义？其后他又向服务员做类似查问，我看在眼里，感到非常愤怒，几乎要破口喝止了，但又多少被不要生事的中国基因叫住，而且在想事情闹大可能会令这个黑人在其后12个小时的航程中更难受。我想起了先前服务员对我的歧视，又望着眼前的歧视，有无语问苍天之慨。中国人受刑需公诸于世。回到阔别1年多的香港，感到此地还是荒唐如昨。我探望了开放杂志同仁，才得知开放杂志于2003年7月以图片揭发了国内贩卖广东婴儿汤后，居然被香港特区政府控以刊登不雅刊物，并罪成罚款。这岂不是吃人肉无罪，卖人肉也无罪，唯独揭发各种勾当者有罪？用国际语言来说，就是希特勒杀人无罪，协助希特勒杀人的也无罪，刊登希特勒及其帮凶残杀生灵的害人照片的，则被以刊登不雅刊物治罪。敢问天理何存？这或又是一次的中央操控的又一例证。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人对吃人肉越来越习以为常，谁敢保证中国的罐头商不会制造混有婴儿肉的餐肉？毕竟中国1年到头有数以千万个强迫堕胎的死婴，货源极其充沛，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外人很难知其底蕴。我的经验是，常人尤以外国人不看过这些照片，是罕会相信所谓5000年文明大国的子民真的会这样烹婴儿的。现在特区政府为了维护中共的面子，狗拿耗子，大跳中字舞，惩治报信人，却反而将中国人喝婴儿汤的惊世丑闻之新闻价值进一步增值。鲁迅在《坟》里面不是就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盛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宴宴的厨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宴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宴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原来这话即使到今天还是有其事实根据的。我将会尽我的能力，将这超级荒唐的事件在有自由的地方以图文并茂公诸于世，即使这会令中国人的受刑更为人所知，令我在飞机上更被外国服务员歧视，也在所不辞。原载于2005年1月开放杂志。